每一个孩子都拥有宝贵的灵性智慧和知觉，而一部部做给孩子们看的优秀的影视作品或者音乐剧作品，之所以能够取得孩子们持续的喜欢，必然是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和生命的智慧。我们常常以为自己是在陪伴孩子看电影、看电视剧，而实际上，也许正是孩子的到来，才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以全新的视角来看待我们原本习以为常的一切。也正是有那些关注孩子、愿意倾听孩子的创作者们写出一个个好故事，才能让一份感动穿过时光，日久弥新。全新开辟这个解说系列，除了帮助我一位教唱歌、教弹琴的音乐老师，把我理解的剧情和感动我的地方拿出来，分享给正在跟我学习相关内容的孩子或者是成人，同时也是分享、传递一些曾经感动过我的旋律，曾经打动过我内心的人物故事。琢磨了很久，从哪一部开始呢？最终还是决定先从《冰雪奇缘》开始吧。我计划用2期节目深度解说一下《冰雪奇缘》1、2两部作品带给我个人的启迪。首先，从宏观来看，《冰雪奇缘》整个系列故事讨论的母题，在我看来就是爱与恐惧。就像开篇的劳动号子唱出的，这句是在说命运让两姐妹本身相互关爱支持的心被割开，姐妹2个人的生命课题，一个人为爱奋争，一个是为战胜恐惧而奋争。当2个姐妹在生命的历程和冒险中完成了成长的课题，冰封的心就被融化了。而这个融化寒冰的爱，具体是指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拿爱这份能量去做很多想做的事情，但是首先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它到底是什么。对了，那说到这里，我还计划对每一次系列作品的解说都开启预言家的模式，猜一下后续的剧情会是什么。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翻到这个系列解说的最后一部分，看看我想的是不是和你是一样的。接着回来讲故事。故事开篇，借着姐妹的身世，作品抛出了这样的疑问：真爱是主动靠近还是主动疏离？想要搞清楚这一部分，先让我们谈一谈力量。 Power 力量或者是权力，有很多的含义，对吧？电影开篇从艾莎和安娜堆雪人开始，孩子眼中强大的力量是用来从0到1创造新事物的，而从来不是用来创造恐惧、压制、暴力。在气势恢宏的宫殿里造出雪景，这本身就足够点燃孩子的热情了。然而意外发生后，小艾莎第一次感受到强大的力量如果没有良好的运用的话，会带来伤害。也是从这个时间点开始，艾莎在心中埋下了对自己强大力量的深深恐惧，以及深深的羞愧和内疚。羞愧于自己用天生的强大力量伤害了自己唯一的妹妹，内疚于自己天赋神力，但是竟然找不到控制它的办法，只能任由这份力量一天天慢慢变强。这种矛盾和无法自我接纳的能量，构成了艾莎是一个在内心给自己建造牢笼，在内心给自己刮起风暴的人。她的成长也从不是打败什么外部的敌人，而是和自己内心的恐惧进行一次又一次的博弈，从而和自己强大的力量和解。而森林中，精灵在治疗安娜的时候，为了妹妹的安全，只能抹除妹妹关于魔法的记忆，但留下了姐妹俩美好的回忆。这无疑是以魔法的手段切割开了2姐妹的心，因为安娜回想起美好的时刻，就会想要亲近姐姐，而姐姐关于这一切的记忆又勾起了她痛苦的回忆，从而产生了内心之中内疚、自责、羞愧这样一系列的自动反应。于是姐妹俩一个追一个逃的相处模式，在这样的情感分离中被奠定下来。
而在一个人的诸多生命能量之中，羞愧、内疚、恐惧是频率最低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明明只是孩子的艾莎，内心的世界反而随着自己的天赋慢慢变得寒冷、孤寂、冰天雪地。艾莎的整个生命能量也是非常低迷的，同时又倾向于逃离，凝结成一种回避型人格。而本身圆满的家庭突然遭遇了父母的意外去世，安娜在门外渴望姐姐的回应和温暖，姐妹俩已经是彼此唯一的依靠。然而艾莎是知道父母是为了到远方去寻找力量的真相，以及寻找救赎两姐妹的办法，所以艾莎在这个时候又不能向妹妹袒露一切，同时又自责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天赋带来了家庭的巨大悲痛。无处言说的秘密让姐妹的两颗心不能靠近，即使安娜依旧热情地追，艾莎始终冷酷地躲。就像阳光总会透过打开的门窗，像温暖的溪流总会流向需要灌溉的地方。安娜心中无处安放，但蓬勃涌动的爱带来了这个故事对爱的第一次解读。对，爱是流动的，是温暖的。借用心理学专家武志红老师的词汇，爱是一种生能量，而恐惧带来的封闭、愧疚、凝固是一种凝滞的死能量。高能量的安娜孤独了太久，所以当所有紧闭的城门都打开，她也憧憬着从来没有体验到的各色人事物。而到了艾莎这边，巨大的恐惧让她把自己天然地放在了外部世界的对立面上。为了成为爸爸口中无可挑剔的好女孩，她只能掩盖自己强大的能力，因为无法控制的力量可能随时伤害他人。于是艾莎把所有的攻击性回收到了自己的内在世界里，好像是一个逢打必输，一个永远妥协投降的人。即使这个人拥有世间最强的力量，但是不攻击、不破坏，不停地收缩自我，无限制的让渡。对外部世界的敞开本来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赋能了妹妹安娜的同时，却又一次刺激到了姐姐最深的恐惧。而剧情推进，城门打开，迎来了万众瞩目的时刻，同时也迎来了那个比较重要的人。所以故事在这个时候抛出了第二个疑问：真爱是被赐予的，需要被动等待的事物，还是可以从零到一被每个人主动在内心创造的事物呢？从安娜的第一段独唱来看，她像所有大家印象里的公主一样，当然了，可能也是某种刻板印象的公主啊。她一直在等待某一个重要的人，一个重要的时刻来到生命中。在看到这个故事片段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小王子》中的一段话：你爱上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一个人带给你的那种感觉呢？那么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小王子中，狐狸对小王子说过一句话，他说：只有用心灵才能看得清事物的本质，真正重要的东西是肉眼无法看见的。汉克王子的出现让安娜的心灵产生了从未有过的感觉。这一切新奇的关于爱的体验发生在很少得到爱、很少得到陪伴、孤独着长大的安娜身上。就像一个只吃过一次糖的小女孩，第一次走进了巧克力自助餐厅，那种蜂拥而来的所谓的爱让她疯狂，同时也蒙蔽了她的内心，让她无法看见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而妹妹的这份疯狂深深地刺痛了艾莎，一直小心翼翼隐忍着所有的痛苦，努力地用距离去保护妹妹的艾莎，遭到了妹妹安娜公开的质疑。妹妹的那句你到底在恐惧什么，这样戳刺性的话语勾起了她心中巨大的恐惧，终于藏不住自己真实的力量，从而也在彻底的反叛和隔绝中，在通往雪山的路上第一次尝试直面这些恐惧，从而体验到了力量与勇气带来的生命体验。所以你看，掌握自己不熟悉的力量的方法，不是去征服这些力量，而是尝试真正看见这些力量，并看到它内在的运转模式，
与这些力量交手言和，最终再把这些力量释放到自己想释放的地方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Let It Go 这首歌展现了一种让一切发生，让一切顺其自然的流动的勇气。对于自己拥有的这份上天赋予的神奇力量，艾莎从小到大都在接受别人对这份力量的定义，而从来没有尝试过让这一切极致的发生，极致的呈现。她受制于别人眼中的自己，一次又一次的伪装自己，成为大家希望她成为的那个标志。然而真正的她被人叫做怪物，被人攻击，被人鄙视，被人视作是邪恶的产物。一开始她是无法接受的。当所有的能量被释放，那种拧巴之中出现的巨大死能量，被淋漓尽致的自我定义和自我表达冲散了，反而展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和自我蜕变的力量。所以你仔细听 Let It Go 的音乐处理，从一开始的虚弱、自我怀疑、受到伤害的那种伤心，一直到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开始，力量感的加入让人物的精神世界开始转变。而 Let It Go 这首歌也在表象上平稳的4/4拍之下，尤其在第二段主歌的地方埋下了更加振奋人心的律动，让人物的内心世界再一次发生转变。 1 2 3 1 2 3 1 2 1 2 3 1 2 3 1 2，试着唱一下啊，看能不能成功。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歌曲 Bridge 的地方，艾莎终于在心智上回到了小时候第一次接受到巨大创伤的那个场景，而这个时候强大的力量并不会被审判为邪恶或者是危险，而仅仅是用来创造世上本没有的神奇、壮观、亮丽的新事物。艾莎也终于告别了过去那个伤痕累累、小心翼翼的自我，一个又一个排山倒海的 belting， 让这一切结束在冰雪女王自信又迷人的微笑里。然而这个时候的艾莎仍旧需要穿越巨大的痛苦，去真正与自己的生命课题奋战。是的，战胜恐惧，还有亲情的羁绊，还有统御王国的责任，还有冰天雪地的世界等着他去改变。此时的他是恐惧的，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用雪人防御，用一次又一次的逃离去回避问题。因为回避就是他的防御模式，因为迎面而上带来的恐惧实在是让人窒息。这也就是无论人在多大的年纪，当自己的童年创伤被勾起的时候，他就会本能地呈现出一种濒死一般的感受，回到了那个无助又小又恐惧的自己。在动画电影里，艾莎最终的心灵成长并没有交代得太清楚，所以 Mentor 杨在这里想给你推荐《冰雪奇缘》音乐剧的一首 Monster。 这首歌完善了艾莎在这一部剧情里最后一次的心灵变化。回头看到安娜的剧情，这里依旧是姐姐逃了，然后我去追姐姐，一次次的在渴望爱的处境里落寞而归，又一次次笑容满面的重新出发。安娜的这段关于真爱的成长之旅，真是让人又爱又怕。这个时候又出现了一个人，草根卖冰小伙克里斯多夫。论名头，论初次见面的印象，论心灵的契合程度，克里斯托夫给安娜带来的感觉远远不如汉克。听听克里斯托夫在草垛上和斯温弹琴唱歌，展现出从小自谋生路的他深深地知晓真实的世俗世界里每天都在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在两个人共同经历寻找姐姐的旅程时，克里斯托夫跟安娜对齐了很多信息，同时也传达了关于安娜口中的真爱的巨大怀疑。是啊，怎么可能因为一些表象就和初次见面的人订婚呢？旅途的过程中，另外一个重要的人物出现了，雪宝。他是艾莎和安娜小时候共同创作的作品。
在音乐剧 Frozen 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雪宝是集合了一部分的艾莎和一部分的安娜而出生的，所以雪宝可以说是艾莎和安娜把自己的童心和还没有被成长的烦恼沾染过的那份纯粹的没有分别心的童心满满的生命面相赋予到了这个小小的小雪人身上。即使自己是雪人，但依旧快乐地憧憬夏天，就像孩子的内心永远是积极正向的。电影里有一个情节，当冰凌穿过雪宝的身体，雪宝依旧在夸自己心目中的艾莎是一个善良热情的人。即使这些冰凌，也就是这些伤害，是由艾莎本人创造出来的，这也像幼儿时期的孩子，总是无条件的爱自己的父母，无条件的欣赏、相信自己的父母、自己的老师，即使有时候接受到一些伤害，但依然没有觉得自己被伤害，而是无条件的接纳，然后继续乐呵呵的度过这一天。是的，越小的孩子越是在努力的热爱这个世界，热爱生活。越小的孩子往往也越承载着很高的灵性智慧，即使他不会你现在说的语言，但你甚至可以在他们清澈的眼睛里、咯咯的笑声里感受到生命蕴藏的智慧。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刻充满焦虑和内耗的时代，雪宝让我们看到了可贵的童心，这也是我们所有大人需要承担起的责任，努力保护孩子们的童心。我想我选择了音乐导师作为终生的事业，也是因为我坚信音乐可以保住孩子们眼里的光。好的，接着说故事。真爱是先爱别人再爱自己，还是先爱了自己再去爱别人呢？ 2.0 版本的艾莎和安娜终于见面了。艾莎说，在这里我可以做自己，又不伤害别人。所以也是 For the first time and forever， 在生命里的第一次，安娜理解了艾莎持久以来冰冻的内心，艾莎也在安娜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中看到了真正在乎自己的人是会抛却外表的名相、外部的评价、众人的议论，真正的伸出橄榄枝，希望可以大家共同携手解决问题，希望自己爱的人、自己在乎的人可以不必一直活在恐惧里。你在电影里可以听到 For the first time and forever 这首歌的变体来体现两姐妹已经开始相互的打开心门，而音乐剧里更是用一首 I can't lose you anymore 让艾莎和安娜真正的把对方纳入了自己的心域，设身处地的为对方考虑，相互体谅彼此的难处。安娜也表示了自己原先不知道关于魔法的真相，所以才自私的觉得姐姐一直在隐瞒，对自己不坦诚，同时也明确地向姐姐表示自己不能再失去姐姐了。艾莎也展现了变身之后依然很脆弱的内心，因为她无法控制魔力，所以恐惧自己再一次做出伤害亲人的事，所以出现了这句歌词，请你不要再提醒我去感受，相信我，危险是真实的。是的，在这个时候，劝艾莎真实的去感受自己的心灵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因为艾莎的心灵被无休止的情绪风暴占领，她每一次走进自己的内心，得到的都是更多的恐惧。这个地方也照见了当代社会很多人的内心困境，因为无法直面自己恐惧的东西，因为无处安放一些夜深人静后的沉思，或者寻找生命真相的冲动，于是把自己的心门锁死，不让他人触碰，哪怕是亲密的人也不能触碰。同时他们主动地调低了自己的感知力，让自己变得麻木，这样痛苦就能随着麻木消解甚至消失。而这也是心灵被冰冻起来的真相。我相信汉克王子当然我们是后面才知道汉克是反转了的哈。汉克的心灵为什么会一步一步的麻木、凝固、
最后冻结成寒冰一样，毫无人性，毫无契约精神。可能正是因为他从小到大成长过程中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痛苦，他只能通过麻木自己的内心来让自己好过下去。甚至更严重的，他如果没有冰封自己的内心，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而在艾莎了解到王国被自己冰封了之后，又开始严重的自责、内疚，本身已经被勇气灌满的内心再一次有了漏洞，心灵的能量又开始外泄，无尽的内耗又开始了。当恐惧袭来的时候，我们往往只能看到这种巨大能量的唯一存在方式，也往往只能看到一个问题的一种解法。但是你想阻止恐惧，开端反而是一份信任。信任事情总会往好的方向发展，信任解决问题的方法有10000种，而不仅仅只有一种。信任一种能量可以释放在10000种载体上，而不是只有唯一的出口。境随心转，然后你珍贵无比、强大无比的心灵穿越了一切表象与幻觉，你的世界也不再冰天雪地，而是充满了温暖、祥和与安宁。所以探求真爱到底是什么这个话题已经上升到了新的维度。就像雪宝说过的，爱是把别人的需要放在自己之上。对于克里斯多夫，当他发现拯救安娜的唯一方式就是送她回到未婚夫汉克的身边，于是已经爱上安娜的克里斯多夫毫无任何犹豫地送安娜回去。而当发现城堡又陷入危险的时候，克里斯多夫又能第一时间冲过去，希望自己在乎的人安然无恙。而对于雪宝来说，当他发现安娜已经奄奄一息，需要温暖，他毫不犹豫点燃壁炉，希望安娜可以暖和一些，哪怕自己要承受融化的风险。而对于安娜，哪怕是自己生命都危在旦夕，但仍旧愿意去保护姐姐，保护她不受伤害。对于艾莎，其实外部的环境一直是她内心的投射，漫天的风雪映射她内心日益增长的黑暗风暴，都要吞噬整个世界了。而因为要保护妹妹的安全，她紧闭大门躲起来。因为要避免子民被自己的魔法伤害，艾莎只能逃往雪山，做一个孤独的冰雪女王。而这一切的牺牲、隐忍，最后没有换来自己的自由和快乐，没有换来妹妹的生命。艾莎第一次毫无保留地对妹妹敞开内心，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愧疚，自己对妹妹深深的爱。这些爱不是从外部世界拼凑、收集又呈现出来的，也不是用自己的牺牲去换来的，而是从0到1，从自己的内心升起的一股浑然天成的创造物。是的，爱是可以从我们的内心里面从0到1创造出来的。艾莎向妹妹表达的正是这样从内心自然而然升起的爱，不再隐藏，不再沉默。艾莎也终于看到了安娜真正的需要，只是需要家人温暖的拥抱和陪伴。是安娜每一次鼓起勇气靠近的时候，家人给她的一个正面的、坚定的回应。艾莎也终于停止了心中无尽的内耗，用真爱变成了打开冰封的心门的钥匙，用行动救赎了自己，解冻了妹妹，也救赎了所有。于是艾莎心里蓬勃的爱流淌到了安娜那里，成为了破解冰封咒语的神奇魔力。于是艾莎终于熟练地运用了自己的天赋，她也明白了，掌握强大天赋的真正要义在于承认这些力量，看到这些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释放到合适的地方，并能如实地看到与其相反的另一股力量，最终在平衡之中完成能量的流动。掌握了这个诀窍，极致的寒冷与危险也被轻松化解掉了，释放掉所有的恐惧，最终弥合一切。然后所有曾经封闭的门都会被打开。
这种点化凝固的力量，让其流动与释放，从而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延续到了《冰雪奇缘》的第2部。如果你也感兴趣，可以看完这一集我后面的内容，接着看看我更新的关于《冰雪奇缘2》的解说。那么终于到了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冰雪奇缘1》的内容，回答开篇的第一个问题：真爱可以是主动靠近，也可以是主动的疏离，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是否可以如实的听到自己内心真实的声音。说白了就是明白自己到底要的是什么，自己在做的是不是真正自己想要做的，按照心中的所想去做手中所做，就是爱自己。而在他人发出信号的时候，及时的回应对方的需要，这就是爱他人。而最好的局面就是爱在自然而然的能量流动中交汇、沟通、升华，这就是宝贵的真爱。那么回答第2个问题，真爱是可以被命运赐予，被自己的福报赐予，被自己的家人、朋友、身边所有亲密的连结赋予，但是它也可以是从你内心中自发生出的，可以是自己给予你自己的。梁静茹有一首歌唱，用苦心酿一滴蜂蜜。是的，我们的内心都曾遭遇过巨大的痛苦，但是我们的内心依然宝贵，依然丰盛。所以如果你正在遭遇巨大的痛苦，也请你不要放弃爱自己。因为即使外界没有给予你爱，就像你从来没有亲口尝过蜂蜜是什么滋味，但是你充分的在内心的世界里发挥了创造力，把你所有经历的那些痛苦酿成了第一滴吃到口中的甜甜的蜂蜜，你也会发觉所有的苦难都是值得的。正是这些苦难教会了你，打磨了你，训练出一种非常非常可贵的神奇的技能到你自己的身上，而这份技能任何人都无法剥夺，只要你带着丰盛的心去创造，去给予。因为真爱本身就是源源不绝的能量，而并非稀缺或者有定数、定量，用完了就没有的资源。是的，因为真爱从来都可以从我们的内心从0到1创造。那么你也会回答第3个问题了吧？是的，真爱可以是先爱别人再爱自己，也可以是先爱自己再爱别人。但最关键的是2点。第一，当你体验过真爱，你就不会在爱的语境里对自己和别人的界限过于执着，你只是如实的观察到、感知到了这份爱的能量，然后又毫无保留、毫无分别心的把它传递出去，或者把这份爱毫无保留的留给自己。但是在这里千万不要拒绝体验，因为没有体验过爱别人，就无法明确自己是不是真的爱自己，而从没体验过爱自己，也无法验证自己给到别人的是不是真正的爱。如果没有真正的体会到或者践行过这种毫无差别的爱，那你可能还是需要去面对失去爱、匮乏爱的恐惧。而每一个决心走上爱的道路的人，都会一次又一次地鼓起勇气去面对自己内心中的恐惧。因为你深深地明白，如果内心的恐惧不面对，就会成为一个对外部世界产生自动反应，但倾听不了自己内心，回应不了自己内心真正所求的空心人。比如《千与千寻》里的无脸男，比如《心灵奇旅》里魔化状态下的22，或者随着自己一贯以来的生活惯性不断的焦虑恐惧陷入循环的 Gardner 老师。再回到安娜和艾莎的故事里，关于到底是姐姐拯救了妹妹，还是妹妹拯救了姐姐呢？音乐剧 Frozen 里面，艾莎是说安娜的勇敢拯救了这一切，而冰雪奇缘2里，艾莎又说过是安娜又一次拯救了大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也是同意的。安娜虽然没有强大魔法带来的光环，但是安娜心中宝贵的人性之光无疑是她最强有力的魔法。艾莎是天地间耀眼夺目的存在，
但也正是看似平凡的安娜，一次又一次主动出击，无畏的、勇敢的面对了自己的人生课题，一次一次的选择乐观。所以艾莎才能够在姐妹一直相依为命的情感纽带里得以醒悟，把勇气、能力和爱整合到一处，从而成长为一个游刃有余、收放自如的女王。为这一份勇敢，姐妹俩都是无可挑剔的大女主，都是用自己的勇气和行动拯救自己的人。这也更加给我们每一个人生活的力量，因为解决生活危机的办法从来不在别处，而就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我们都是本自具足的灵魂，我们宝贵的心灵拥有无限的创造力。冰雪奇缘系列的第一部是两个相依为命的姐妹，在经历各自的生命课题之后，用合一的力量让他们的家庭从分离回到了团圆。教音乐已经11年了，我无数次的被学生们问自己最喜欢的迪士尼公主是哪一位，我都会毫不犹豫地说是艾莎。无论是行走在国内还是国外，我都毫不避讳自己喜欢冰雪奇缘，喜欢看各种各样的动画电影或者给儿童看的音乐剧，哪怕可能会被有些人评判说幼稚，但我确定所谓经典就是不同的年龄段、不同的成长阶段，你会看到不同的细节，体会到不一样的智慧。那么就来说说这部电影想要给观众，尤其是给我们这些无聊的大人们传递的几点启示。第一，有些事情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而并不是非要有人在事情发生之后承担些什么。It was an accident 这句台词在第一部电影里面就出现了2次。第一次出现在艾莎不小心误伤了安娜的时候，艾莎自己说了这句话，向爸爸解释自己不是有意要伤害妹妹的。第二次出现在安娜向猥琐臀公爵解释艾莎，也说了这只是一个意外，而不是她有意为之。正义或邪恶，天使或恶魔，正确或错误，人类总是通过一组一组看似二元的事物来认识世界、感知世界。但如果二元的事物中间被加入了泾渭分明的分界线，事物本身蕴含的巨大潜能就无法完全释放出来，就像涡轮被卡住了，无法转动，产生流动的能量，所以才会 frozen。 一件大家并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很多人下意识的反应是判断谁是正义的一方，谁是需要被审判、被归咎、被处决的错误一方。但正是这样的评判与归咎，让事情往往更加艰难的发展。所以你也会看到，从冰雪奇缘系列之后，越来越多的动画电影在探讨人物内心的复杂性和人物成长的曲折性，而不再简单的脸谱化所有的人物。而即使是上个世纪迪士尼电影的各种反派，到如今也有越来越多的观众在挖掘他们身上可爱的地方、闪光的地方，或者哪怕就是恣意昂扬的地方。这一部给我的第二个启示在于，生命的进步、成长的发生存在于每一次主动的选择，而不存在每一次自动的反应。安娜习惯性的追，艾莎习惯性的躲，姐妹两人在真正的成长之前，都在反反复复重复着从小到大循环往复无休止的剧情。然而贯穿全剧的那个旋律 For the first time and forever， 对于阿伦戴尔是加冕日的大开城门，对于安娜来说是第一次离开家投身一场冒险，对于艾莎是第一次释放自己全部的力量，对于两姐妹是一次又一次真正的靠近，真正的把对方纳入到自己的心灵领地里去，最终选择了不再重复一直以来的叙事，也就选择了新的生命剧情。冰雪奇缘1给我的第3个主要的启发是，问题最让人心生恐惧的时机，是你找不到解决问题方法的时刻。然而心境转变了，有一些问题自动就消失了，反而固着在问题自体层面中，
我们是如何也绕不开的。我认为这也是电影《时空恋旅人》的主要的叙事动力。而世界上真有那么多的问题吗？我们总担心生活中缺少需要我们处理的问题，因为如果一切风平浪静，内心没有波动，那么生活是多么乏味呢？但正像是艾莎唱的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把缠绕成一团乱麻的生活 drama 拉远了去看，很多事情本就不是什么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真正要解决的反而是心境的问题，是你看待事物视角的问题，是生活动力的问题，是内心的声音有没有被自己如实的听见，是自己有没有真正的走在自己觉得充满热情的生活道路上。而刚刚我们说的这些问题，冰雪奇缘抛出来了，又继续回答了。这也就是冰雪奇缘2我们要探讨的一些细节。那么在第一部圆满结束的时候，这里又升起了一个全新的问题，真爱是永久的陪伴，还是依然允许分离呢？真正的爱是某一天某一个人的出现，让你拓宽了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让你曾经固执的坚持的很多东西，随着眼前这个人的出现一一瓦解。正是这种真实存在的爱，让一个人自觉自动地开始改变延展，释放出生命的更多可能性。在时过境迁后，发现了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新的自己。所以可以说，感谢生命中出现的那些真爱，是这些宝贵的心灵之间的连结，在拓宽我们灵魂的边界，在升华我们的生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一些。而在这里提到的这个关于爱的问题，也是留到《冰雪奇缘》第2部继续探讨。我是教音乐爱音乐的 Mentor 杨，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风格，欢迎你和我一起走进下一集，我们下一个视频见。